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谈成人痘哈。成人痘在皮肤科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的议题，其实对我来说它不是特别议题哦，因为青春痘是毛孔塞住嘛，然后就开始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那成人痘其实是你错误治疗青春痘以后，使得它毛孔塞住的情况更明显。我用一个比喻讲给各位听，你们就听得懂哈，就是说你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你是小朋友变成青春，所以你开始长一些有皮脂腺，然后你的流速变快，可是你这时候毛孔很小，所以出不太来，因此这时候你主要是一种非堵塞性的出油量变大，那出来了不起就是一些小疹子、小丘疹啊、小粉刺这样，发炎不厉害。可是你从14岁、20岁哈一路很认真的控油抗痘，然后你慢慢的洗脸很用力，然后把毛孔整个塞住，那你塞住以后，它就变成不太容易出来，然后又发炎，因此你到第二段的话。所谓的成人痘，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不太出现在两颊，它主要出现在反抗区，就是口周啊、下巴啊，然后所以你看到很多女生的青春痘或者一些男生的青春痘，他们都长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就称为成人痘。其实对我来说，成人痘跟青春痘是一样的，只是青春痘是一开始的天然的流速增快，而成人痘是因为你过度治疗以后造成的一些易发的反抗现象。刚刚我们讲完成人痘的发生是因为错误的治疗导致皮肤的干燥、角质堵塞，然后接下来你不要忘了，你错误治疗之后，你除了去造成角质堵塞，你其实还是塞了一大堆控油抗痘，塞了一大堆那个化学性防晒啊，夯不啷当进到你的毛孔。因此，如果你回想你在整个治疗青春痘的过程，一直到今天，我相信你已经发现你的青春痘从单纯青春痘慢慢变成比较大颗的还没有到囊肿了，不过是类似近囊肿的青春痘哈，然后再加上你的敏感，然后甚至你可能被诊断为酒糟，你也可能被诊断为脂漏性皮肤炎。其实它不过就是脸部的发红，然后脸部的皮肤的进一步的发炎，然后造成局部的那个皮肤死亡跟代谢哦。所以成人痘的案子相对于传统青春痘，我们刚刚讲过，它的位置不一样，是因为它是反抗区，可是这个反抗区旁边的皮肤其实都是在发炎的，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些病人除了被诊断为青春痘，他们其实还会被诊断为酒糟啊，被诊断为敏感性肌肉啊，被诊断为脂漏性皮肤炎这些附带性的发炎状态。成人痘除了我们谈到的敏感问题以外，它其实成人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带性的议题，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病人在讲说，我16岁的时候长青春痘，然后一下子色斑1个礼拜、2个礼拜就不见了，然后我现在这个你看我这个青春痘已经长了5个月啊、8个月哦，这个黑斑还在这里。其实成人痘的色斑代谢困难也隐约反过来暗示你它的原因，它就是毛孔被你塞住了，然后它就是皮下在发炎。你知道皮下发炎的时候，你越发炎，你的色素会产生越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因为你反复发炎，所以你的色素会越来越严重，就不止多，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二点。然后你的角质又堆积，你知道黑斑的来源是什么吗？黑斑来源就是黑色素制造色斑，然后色斑被角质慢慢带走，可是你现在角质卡在那里，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本来每天做1个便当，然后10天做10个便当，10天后便当就会被运走。可是你现在还是1天做1个便当，甚至因为你不断的刺激发炎嘛，所以你1天做2个便当，做2个便当，然后本来你10天会消耗掉的便当，你现在变成50天才消耗掉，所以你突然间从1天1个，然后10天就是一共10个便当，变成1天2个，50天变成100个便当，你的黑斑当然是不会好。所以你观察到的是你的黑斑变严重，就是因为你1天从1个变成2个便当。然后你的代谢变得很长，是因为你的角质堆积，你的整个代谢周期拖慢啊。所以我们最后来讲一个很简单的成人痘的治愈，其实它跟青春痘的治愈是一样。如果你看到我们上一集青春痘的治愈，就是你想办法让它恢复出油出水，然后你去运动，你去避晒，不是擦防晒，你去避晒，你在室内跑步，你让它运动，然后你刚开始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会流汗，你会出油，你会长青春痘，你会长粉刺。然后你的整个脸会红，可是你会发现，随着你的时间过去，你的粉刺出来、青春痘出来，你的脸会褪红。也就是说，如果你正确的处理，你的青春痘变好，而且你的敏感肌啊、你的酒糟、你的脂漏都会改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真正要讲的事情。